我上个星期处理完纽扣去后，这一周要来剪硬骨了。这上面的硬骨有些长得很快，以前我如果懒得修剪，只会把快要碰触到的硬骨修剪掉一点。我这次想来一个大修剪，因为感觉有点爆满。这是目前最大头的一个黄弹弓，它现在长到比一个拳头还要大，前面的部分几乎快要碰到玻璃了。因为弹弓非常好剪，它很脆弱，只要用珊瑚剪轻轻夹就会断，有时候用手都可以折。然后这个是瘦身后的样子，位置变得空旷很多，旁边的骨就会有更好的空间。这是剪下来的仔猪，因为上下有受光的问题，所以剪下来的仔猪有的会像这样，背光处会白白的，但是一段时间之后，经过曝晒，它就会恢复的，这个没有关系。再来我就要剪这个粉红弹弓了，一般大家都叫它橘弹弓，因为弹弓这种硬骨，光照不用太强，所以大部分都不会放在太上面。这橘弹弓如果光强一点，它就会变成粉红色；如果弱一点，它就会晒成橘色。有时候像这种比较脆弱的骨，我怕剪断的时候会乱弹，尤其是剪小枝的时候，要到石头下面就很麻烦，所以我会用铁线把剪的那一段稍微捆绑一下，免得等一下找不到。剪这种脆弱的硬骨，不管你直接剪整段，或是夹住用折的，它都会断，很简单。这次剪下来的弹弓，我留了一个大株的，其他的我把它剪成大小相同的仔猪，这样就可以跟鱼友交流，也可以用来挡一下浇水跟基座的费用，让养鱼更轻松一点。但是我下面要来剪的这个彩虹织布机就没那么容易了，因为它是个很坚硬的硬骨，不能整只夹断，它是有技巧，就是你只要夹住剪断的地方的1/3，它就会自己断裂。如果你要硬夹整只，反而剪不断哦。所以我就想说，我直接在鱼缸里面剪1/3好了，结果位置不好出手，没有成功，反而弄乱了其他的骨。我就只好拿出来剪。就像这样，珊瑚夹直接对着整段骨夹，是反而夹不断的。要像这样夹住1/3，就可以弄断它。然后这个彩虹织布机，我剪的这一大段，也是因为它已经跟隔壁的鱼鳞稍微有一点碰触到，剪下来我就先暂时把它放在基座架上面，因为也没有其他多余的地方可以放。后来我又把红鱼鳞稍微调整了一下位置，目前骨的区域看起来清爽多了，但是繁殖架却变拥挤。